早2年咧，我哋教人哋去用 AI 嘅時候，好多時咧都會講一句説話嘅。嗱，AI 時代最重要咧就唔係你識幾多嘢啦，而係咧你要識得問問題，識得寫 prompt。因為之前嘅 AI 需要我哋講得清楚，想佢做啲乜，甚至咧需要跟住一啲既定嘅格式輸入所謂嘅咒語，佢先至可以咧俾到一啲有用嘅資料我哋嘅。但係嚟到2026年嘅6月嘅今日咧，AI 已經唔再係等你問一句然後答一句噶啦。佢開始可以幫你由諗橋啦、寫稿啦、整圖啦、寫曲啦，做埋 prototype，甚至咧將一個好初步嘅 idea 變成一個似模似樣嘅作品，成個流程咧咁樣彈翻俾你嘅。以前我哋可能會覺得一個人諗到一個好嘅 idea，寫到一個好嘅文案，畫到一張靚嘅畫，整到一個 app 就叫做有創意啦。但喺咁樣嘅 AI 年代，AI 樣樣嘢都做得到。仲要係快過我哋嘅，咁人類嘅角色睇落咧就真係好似剩翻所謂監督 AI 嘅角色，及住 AI 做嘢咁樣樣，我哋咧就翹埋手咩都唔使做。雖然喺之前嘅集數咧，其實我都已經有解釋過噶啦，監督同埋負責任咧都係好重要嘅角色嚟嘅。咁但係咁樣嘅角色仲需唔需要有創意嘅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江啟明。嗱，今集嘅學識 AI 咧，就想同大家去討論下，就係究竟乜嘢先至為之創意呢？喺 AI 時代，究竟人類嘅創意仲有冇意義嘅呢？嗱，如果大家喜歡呢個節目嘅話咧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同埋成為學識嘅會員，支持我哋繼續拍攝高質嘅影片咧。嗱，究竟乜嘢先至叫做真正有創意呢？又或者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問，即係究竟人類嘅創意仲有咩價值嘅呢？要解答呢個問題就唔係純粹為咗安慰我哋自己嘅，就唔係話咧人類咧就好特別，所以咧 AI 就永遠取代唔到我哋咁樣樣。嗱，唔係嘅，我相反咧就想首先承認咧就係 AI 咧已經可以開始取代我哋以前視為好有創意嘅工作噶啦，令到咧用 AI 嘅人咧可以好平、好快、好方便咁樣樣咧就幫我哋做到以前覺得好難、好專業嘅一啲工作。例如整一條 YouTube 片啦，以前一個 YouTuber 咧，佢要自己諗題目啦，去寫大綱啦，去寫一個全稿啦，然後再去設計一幅好靚嘅 thumbnail，去諗一啲好好吸引嘅description。依家咧，你叫 AI 咧就可以即刻幫你列10個題目，去諗晒唔同嘅場景啊，諗晒應該點樣去寫你嘅稿，然後幫你設計埋幅圖，甚至咧可以叫 AI 幫你整一個 app。以前你有創業嘅大計咧，你都未必識寫曲、整 website、整 back end 咁樣樣。依家你叫 AI 咧，就可以直接幫你做埋一個 prototype 出嚟，可以幫你 fix 埋啲 bug 啊，幫你設計一個好靚嘅 UI 咧，一步一步咁樣樣咧，幫你整一個真係可以用得嘅一個 website 出嚟。嗱，所以今集咧就要同大家講解清楚咧，就係既然 AI 依家咧都做到咁多有創作嘅工作啦，究竟人類嘅創意仲有咩發揮嘅空間呢？嗱，要去講解清楚咧，必須咧就要還原基本步，要去講清楚其實究竟所謂創作咧係一回咩事。嗱，或者首先講講今集嘅結論啦。嗱，創意其實就唔係淨係單單去講咧，究竟能唔能夠生產到一啲好新穎嘅嘢咁簡單，而係咧你必須要生產出嚟嘅嘢係要有真正嘅價值嘅。AI 可以幫助我哋生產好多好新穎嘅嘢出嚟，但係人類咧必須要決定究竟邊啲咧生產出嚟嘅嘢係有意思、有價值、有用嘅，而邊啲咧其實係可以放棄嘅。嗱，其實有好多人咧都誤以為創意咧就只係好新奇古怪、好與眾不同、好奇怪、好特別、好出人意表嘅一啲創作，咁就叫做創意啦。嗱，其實唔係嘅，新奇古怪咧就並唔係等同於創意。一個 idea 好新、好古怪、好搶眼咧，其實如果佢冇用，解決唔到任何問題，帶嚟唔到任何新嘅理解咧，呢個咧都只不過係新奇古怪嚟嘅啫，就並唔係一個有價值嘅創意嚟嘅。嗱，我會咁講啊，喺唔同範疇，我哋講到創意咧，無論你講緊嘅係科學嘅創意、藝術嘅創意或者商業嘅創意都好咧，其實一個真正有價值嘅創意咧，起碼有2個必須嘅條件嘅。第一，佢係的確係要新奇嘅；但係第二咧，佢亦都必須係要有用嘅。嗱，喺呢度我所講嘅新奇咧，其實係可以指緊一個新嘅角度啦，一個新嘅組合，一個新嘅方法或者一種新嘅表達方式，就並唔係純粹淨係指咧一種好古怪，你完全估佢唔到嘅一種諗法。
有用咧就唔一定係一種好功利嘅角度去講有用嘅，唔一定係要賺到錢嘅。譬如藝術品咧，好多時未必一定係要講佢嘅嗰個價錢嘅。我哋咧可以講純粹係一種能夠佢帶到俾你一種新嘅情緒，一種新嘅領悟，都可以話係一種有用。如果喺教育嘅層面，更加咧係可以令到你有一種新嘅啟發，有一種新嘅得着。嗱，所以無論係藝術嘅創意，一啲科學嘅創意、商業嘅創意都好咧，其實佢哋都有一種共通點嘅，就係佢哋除咗係新之外咧，佢哋必須要喺某一個嘅獨特嘅處境咧，去解決到某一個獨特嘅問題，然後創造到一啲對人類有價值嘅嘢。嗱，用翻製作 YouTube 片作為例子啊，一條片咧就並唔係純粹要有個新嘅 title，有一段新嘅稿，有一張新嘅 thumbnail 咁簡單就叫做有創意嘅。真正難嘅地方咧，你必須係要諗究竟我用一個乜嘢嘅角度去切入，觀眾咧先至會有興趣想睇，而且會睇落去。佢睇完之後又會覺得係有收穫，而且甚至乎係可能係有所改變咁樣樣。嗱，用整 app 做例子都一樣嘅。一個有創意嘅 app 咧，就並唔係話有齊晒啲基本嘅功能即係你有得 log in 有一個可以用到嘅 user interface 有晒 database 等等嘅呢啲基本功能之外，再加啲新嘅功能咧，咁樣樣就叫做有創意嘅一個新 app 啊！真正難嘅地方咧，係有咗呢啲咁樣嘅新嘅功能之後，係咪真係可以令到有人咧係會去用嘅咧？而呢一啲嘅功能係咪又真係可以幫助到人去解決真正嘅問題嘅咧？一個星期之後，呢一個人仲會唔會再翻嚟用你呢個 app 嘅咧？嗱，喺度咧，你開始可以睇到就係 AI 嘅強項同埋佢嘅限制啦。AI 嘅擅長咧，就係佢可以做到好多新嘅可能性出嚟，整到好多新嘅 possibility、新嘅一啲選項俾你。但係要去揀選邊一個選項先至係最適合、最有用嘅咧，其實都係要依賴翻一個人嘅經驗、佢嘅獨特眼光、佢嘅獨特品味。咁所以喺 AI 時代咧，我哋就並唔係話咧AI 可唔可以攞嚟去做一啲創作咁簡單，而係話究竟 AI 點樣可以輔助我哋咧去完成一個有用嘅、真正可以幫到人嘅一個創新。嗱，好啦，我哋詳細啲去講。如果你將創意咧理解為頭先所講嘅新意同埋有用呢兩個元素嘅話咧，咁究竟 AI 應該喺創作裏邊扮演一個乜嘢嘅角色咧？嗱，我覺得 AI 最強嘅咧就係幫我哋打開可能性嘅。AI 擅長嘅就係一種所謂擴散式嘅思考 （divergent thinking），可以幫我哋去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。嗱，面對一個問題AI 可以好快幫你諗好多唔同嘅方向嘅，10個標題、10個 thumbnail 嘅概念、10個唔同嘅文本、10個故事、10個 app 嘅設計等等。以前你諗到好多可能性咧，係要靠成個團隊一齊去諗嘅。而且要靠好長嘅時間去累積，但係而家咧 AI 可能幾秒鐘，最耐都係幾分鐘咧，就幫你諗晒一大堆嘅選項㗎啦。嗱，呢個咧喺創作上邊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改變，絕對唔應該低估佢嘅。AI 咧係可以令到普通人接觸到以前咧必須要有專業技能咧，你先至可以做到創作嘅呢一樣嘢。而家咧你唔識畫畫嘅人咧，都可以憑住 AI 叫 AI 咧可以幫你生成一啲 visual concept。你唔識寫曲，你又可以叫 AI 咧幫你做一個 app 嘅 prototype。你唔熟市場文案咧，你亦都可以叫 AI 咧先生成幾個唔同嘅文案版本俾你去揀。嗱，有研究指出，2026年初咧 iOS 同 Android 每個月新上架嘅 app 嘅數量咧已經去到12萬個啊，比上年咧每個月咧係增加咗50% 咁多。嗱，呢啲數據咧，我會再喺另一條嘅會員影片同大家詳細分析啦。但係起碼你淨係睇呢一個數字咧，你已經見到就係似乎 AI 係真係幫助咗喺過去呢一年咧，啲人進場嘅嗰個門檻咧係大大降低咗嘅。我覺得呢件事係好事嚟嘅。過去咧，我哋好多人咧都有好多 idea， 但係嗰個技術門檻因為太高咧，冇辦法生成出嚟。有好多 idea， 但係你又唔識畫圖，有產品嘅諗法你又唔識寫曲，有觀點你又唔識寫文章等等。咁但係 AI 咧就降低咗呢啲門檻，令到有好多人咧將腦裏邊嘅初步諗法咧變成為一個可以睇到、可以測試到、可以寫到出嚟嘅一啲嘅初稿。咁但係問題係 AI 降低咗入場門檻咧，就唔等於降低咗咧成功嘅水平嘅。相反咧，成功嘅門檻其實係提高咗嘅。
你諗下喺呢個世界上面，如果多咗咁多人去參與競爭，多咗好多平庸普普通通嘅產品，咁你要突圍而出咧，其實你就必須咧要有啲好獨特、好有用、真係可以幫助到人嘅一啲嘅創新嘅工具咧，或者一啲創新嘅成品咧，你先至可以吸引到人去使用嘅。所以創意咧就並唔能夠淨係得擴散性思維嘅。冇錯，AI 咧係可以幫你打開好多唔同嘅可能性，但係呢啲芸芸咁多嘅唔同選項裏邊，有大部分都係 noise 嚟嘅。你必須要憑住人嘅獨特見解咧，去揀出一個啱嘅選項，作為一個方向去發展。而你要再喺呢個方向上邊咧加以修改咧，佢先至有可能變成一個真正有用嘅創作嘅。所以真正有用嘅創作咧，必須仲要有另一半嘅，而呢另一半咧就正正係人可以發揮嘅地方啦。我哋可以混合一種所謂聚合式思考 （convergent thinking），即係咧我哋可以喺芸芸咁多唔同嘅可能性裏邊咧，慢慢去收窄、去分析、比較，然後作出判斷、選擇，揀出一個最值得你去做嘅方向。所以有陣時咧，你會聽到有人話 AI 就令到創作係更加容易。但係吊詭地咧，有陣時你又會聽到有啲人話咧，AI 其實令到創作係更加困難。其實就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啊，冇錯嘅，AI 係可以生成好多唔同嘅產品出嚟，但係究竟邊一個先至係好嘅？究竟邊個先係有價值咧？其實係要選擇嘅。而因為 AI 產生咗咁多唔同嘅選項咧，你要去做呢個選擇咧，係變得更加困難嘅。其實喺好多唔同嘅範疇都係嘅，創意咧往往未必係加多一啲嘢。反而係要刪走一啲嘢，唔係話諗多幾多個 idea 出嚟就係創作，而係你要去問究竟喺呢啲 idea 裏邊咧，究竟有邊啲嘢其實係唔需要用，究竟有邊啲嘢其實係唔需要存在。嗱，不過一個好嘅創作咧，就唔止淨係要你去揀，因為你揀嘅咧，其實好多時只係一個設計嘅方向，你仲要不斷再去修正，咁先至會變成為一個有價值嘅創作嘅。又用翻拍 YouTube 節目做例子啊，其實 AI 可以幫助到你嘅咧，係諗到一啲嘅方向，但係你必須要再去加以修改、加以去試咧，你先至可以揀到一條真正觀眾係願意睇、又聽得明、又中意睇嘅一條影片嘅。又例如一個 App，如果你要去用 AI 去整唔同嘅 App 嘅 idea 咧，你都必須要去試，揀完咗之後，你仲要去修改，你先至會變成為一個好嘅產品。其實文章啊，所有嘅藝術創作都好，如果你想用 AI 去幫你嘅話咧，你最多都係可以令到你有好多嘅選項，然後你揀咗之後咧，你仲必須要去修正嘅。而呢個修正嘅過程咧，唔係一次過就搞掂嘅，往往係你要生成咗好多唔同嘅選項之後，你揀咗一個方向去修正，又修正之後咧，又再叫 AI 去生成唔同嘅選項，又再俾你去選擇，然後又再修正，如此類推，反覆又反覆，最終咧你先至可以生成一個似樣嘅觀眾又喜歡，可能係大家都中意、有用、真正有價值嘅產品。所以喺 AI 時代嘅創作過程咧，可能首先你就會用 AI 去幫你由你腦裏邊嘅一個含糊嘅概念，去生成好多唔同嘅選項，然後你揀一個選項咧，去再作打磨，令到佢變成為一個非常之睇落似似地樣嘅成品，然後你再落地要去測試下，睇下究竟呢一樣嘢係咪真係有用，然後再翻轉頭再去諗下一啲諗法，然後再打磨，再落地。如此類推咁樣樣，而呢啲修改、刪減、再重新去組織，然後再落地、再去測試、再去重新去諗過，呢一成個過程咧，都係創意嘅一部分。所以 AI 時代我哋就要好小心，唔好將所謂生成咧，就以為係俾 AI 做晒，人類咧就唔使做咁樣樣啦。其實 AI 係可以幫我哋起步快啲，但係真正嘅創作喺後半部嘅階段咧，都仲有好多人嘅角色要去發揮嘅。所以 AI 時代人類喺創作嘅價值咧，就係要保持我哋嘅品味、經驗同埋賦予意義嘅。先講講品味。好多人講品味咧，就只係以為係我中意呢樣，我中意嗰樣咁樣樣。但係真正嘅品味咧，就唔係咁簡單嘅。品味係一個人長期接觸好多唔同嘅作品，做過唔同嘅選擇，甚至乎好多錯誤嘅選擇，但係佢就可以從而理解到佢嘅觀眾啦，佢嘅市場啦，理解到自己嘅立場之後咧，慢慢建立出嚟嘅一個判斷系統嚟嘅。
嗱，AI 係可以模仿好多風格，但係風格咧就唔等於你個人嘅品味。AI 係可以生成好多好似好靚嘅圖，好多好流暢嘅文，甚至好完整嘅產品都得。但係你嘅品味咧，先至可以判斷到究竟對於你嚟講呢一個方向係咪值得做，嗰個方向會唔會其實係唔 work 嘅咧？然後就係經驗，有經驗咧先至可以令到一個嘅 idea 創作咧係落到地。冇錯，AI 係擁有大量嘅資料，但係佢始終冇你嘅人生經驗，所以佢就好難知道究竟你實際上嘅學生，你實際上所服務嘅客戶，佢哋實際上會諗乜，佢會有啲咩嘢困難，有啲咩地方係會棘住。呢啲嘅經驗咧，其實係好重要嘅。你而且冇乜辦法咧，可以好清楚一條一條咁樣列出嚟俾 AI 幫你去分析，俾 AI 幫你去評估咁樣樣。呢啲嘅 idea 係會影響到最終咧，究竟你點樣修正呢一個嘅成品，令到佢可以落得到地。因為同一個 idea，如果放喺唔同嘅人、唔同嘅觀眾、唔同嘅市場、唔同嘅文化語境入邊咧，好可能所產生嘅嗰個後果咧，都會唔同晒嘅。例如一個標題放喺一個美國嘅 YouTube 節目裏邊咧，就可能好有效，但係嚟到香港咧就未必有效嘅。一個 app 嘅 idea 可能可以喺 Silicon Valley 咧好有市場，但係嚟到香港咧又冇人有興趣嘅。最後創作仲要有意義。咩叫意義咧？嗱，呢件產品究竟點解要存在？你條片點解要令到觀眾改變啲咩諗法？呢個 app 點解值得放入去一個人嘅一個生活裏邊去使用？呢篇文章究竟點解喺網上邊又要多你呢一篇文嘅內容呢？所以 AI 可以喺生成好多唔同嘅選項裏邊咧，係發揮佢嘅作用，但係人就要運用佢獨特嘅品味，按照佢個人嘅經驗，然後喺具體嘅處境裏邊咧，去賦予一啲嘅意義俾佢，一個咁樣嘅成品咧，先至會變成真正有用、有價值嘅存在。嗱，講到呢度咧，可能你已經會問㗎啦，就係究竟喺呢個 AI 時代裏邊，我應該要點樣樣去磨練自己咧，先至可以發揮我嘅創意，發揮得更加好咧？嗱，我就唔係會建議大家咧就唔用 AI 咁樣樣嘅，相反咧，好可能你更加需要用多啲 AI，用 AI 去幫你咧去磨練你自己嘅創意。嗱，如果你認同我頭先上邊所講嘅嗰個分析咧，喺 AI 時代，我就建議大家咧可以參考下以下呢幾個練習嘅。第一，練習觀察，唔好一開始咧就叫 AI 幫你諗究竟有啲咩問題可以俾你去做。你可以首先觀察一下，然後去產生一個新嘅問題出嚟。嗱，例如啲觀眾其實佢困惑緊啲乜嘢嘢咧？啲用戶有啲咩真正嘅所謂痛點咧？學生唔明嘅地方喺邊度咧？佢哋究竟有啲咩地方真係需要你幫助嘅咧？或者客戶嘅話，佢究竟缺乏一個乜嘢功能先至可以幫佢簡化得到個流程，或者可以幫佢做到一啲以前做唔到嘅嘢咧？第二，練習去 set 標準，你要識得自己去判斷究竟乜嘢為之好，咩為之唔好，咩為之靚，咩為之唔靚。究竟喺一條 YouTube 影片上邊，你純粹係想多啲人去 click 落去就為之好，定係佢講得好正確嘅嘢就為之好咧？你要觀眾係真係學到嘢係為之好，定係你純粹想能夠發到聲就為之好咧？你嘅標準唔清楚嘅話咧，就算你開始揾 AI 去幫你生成都好咧，其實佢都只不過揀咗好多咧距離你所謂好嘅標準好遠嘅 option 嘅啫。咁樣樣咧，你下一步咧都係好難去繼續行落去嘅。第三，練習去做取捨。AI 最容易令我哋不斷增加新嘅嘢。嗱，加咗好多個 idea， 加咗好多個功能，加咗好多圖，加咗好多文，但係創意好似頭先咁講，其實係必須要去刪減嘅。你就要去練習啦。究竟喺呢啲選項入邊，邊啲其實係唔需要嘅咧？邊啲睇落好似幾吸引，但係其實咧係 unnecessary 嘅咧？邊啲標準咧係會令到個主題反而係散咗？邊啲功能其實反而係複雜咗嘅咧？其實好多時簡單就是美。藝術嘅標準又好，科學嘅標準都好咧，其實追求簡約咧係一種對美嘅要求嚟嘅。第四，去練習我哋嘅消化能力。嗱，依家 AI 好多時就可以好快咁生成一啲似樣嘅答案俾我哋啦，但係我哋作為人類咧，就千祈就唔好咧，第一個佢生成嘅答案咧，我哋就接受咗咁樣。好多時咧，我哋係需要慢落嚟。我哋要叫 AI 咧去生成多啲唔同嘅選項，等我哋去作比較，然後去試下，然後翻轉頭再叫 AI 去生成過。
嗱，AI 咧係可以加快個速度，但係相反咧，我哋人類咧就要慢落嚟去消化下。創意往往咧係要喺一個嘅所謂慢工出細貨嘅角度咧，先至可以成為一個好嘅產品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好容易咧就會俾 AI 帶咗去一個錯誤嘅方向嘅，因為 AI 咧畢竟咧佢未必會知道就係佢唔理解你實際嘅處境，所以你慢咗落嚟之後，你要再去諗下啊，會唔會係我頭先俾佢嘅 prompt 咧，好可能係有一啲資訊咧係佢未理解得清楚嘅，咁你又要再嘗試用另外一個方式去再同佢講，叫佢再生成過，如此類推，你令到自己咧係可以見到更加多唔同嘅可能性之後，先至再去作選擇。嗱，而呢一種耐性咧係需要磨練嘅。例如我哋生成文章嘅時候，我哋就唔好諗住啊，佢第一篇文寫得都幾似樣喎，咁就要咗佢呢篇文。其實你係可以甚至乎第一下咧，你就已經叫佢，你可唔可以先列出咧3個、4個唔同嘅角度？你話俾我聽，究竟呢啲唔同嘅角度有啲咩好處，有啲咩唔好處，然後你再去揀，然後再叫佢去修改咁樣樣。其實今日嘅 AI 咧，甚至乎你係可以將一個含糊不清嘅一個初步嘅概念咧，去同佢講，講完之後咧，佢都可以幫你去分析下你呢個初步嘅概念，然後俾翻幾個唔同嘅方向你。咁你去睇完呢啲方向之後咧，其實你好可能會明白自己嘅呢個初步概念有啲咩不足，有啲咩嘢好處，然後有啲咩可以擴展等等。然後你再去同佢講，再去諗，自己再去思考，咁樣嘅呢一個來回嘅過程咧，先至可以令到你呢一個初步嘅靈感咧，變成為一個較為可行嘅一個設計方向。所以喺 AI 時代咧，就算我哋用 AI 去做創作都好咧，其實人類嘅角色咧都仲係好重要嘅。我哋要識得咧利用 AI 去生成好多唔同嘅選項，但係我哋要運用我哋自己嘅品味、我哋嘅經驗咧去做選擇。我哋要有耐性去嘗試去令到 AI 咧生成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俾我哋等等。咁所以咧喺 AI 時代，絕對咧，我哋更加需要去磨練、去累積我哋嘅經驗咧，去培養我哋嘅創作嘅能力。好，我哋而家嚟總結一下。嗱，其實今集咧一開頭就問咗個問題，究竟乜嘢叫創意咧？我諗喺 AI 時代咧，我哋要識得點樣去運用 AI 嘅強處，就係佢能夠發揮到嗰種嘅擴散式思維，可以幫我哋生成到好多唔同嘅選項。但係人類嘅角色更加重要嘅係，我哋要識得有聚合性思維，去識得點樣喺芸咁多個選項裏邊咧，去揀出最好，憑住我哋獨特嘅品味，憑住我哋獨特嘅經驗，然後我哋要有耐心去將一啲唔同嘅選項咧，去慢慢逐一去試，然後再去修正。從而咧，先至變成咗一個千錘百煉嘅一個成品咧。呢一個成品就會係帶嚟真正嘅價值，對人係有真實嘅用途嘅一個創作啦。不過喺5至10年之後咧，AI 會唔會發展到一個地步咧？就係連頭先我所講嘅人類嘅品味啊、經驗啊，佢都可以取代埋嘅話咧，咁究竟人仲有咩角色咧？我就真係唔識答你啦。不過起碼喺5至10年內咧，我會話 AI 暫時未有佢自己嘅軀體，佢冇乜辦法可以喺我哋嘅社會喺現實世界裏邊咧累積經驗嘅時候咧，人類嘅角色喺創作上面咧依然係好重要嘅。所以除咗係學識使用各種嘅 AI 工具之外咧，你嘅思考、你嘅創意咧，都依然好重要嘅。嗱，今集講到呢度啊！如果大家喜歡呢一個節目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同埋成為學識嘅會員啦。嗱，今集傾到呢度。